解放军锁台行动更进一步，轰炸机用雷达锁定岛内目标，距离发射实弹的一天或许不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：最近关于解放军最大的新闻，应该就是联合利剑大型军事演习了。其实从去年佩洛西窜台，解放军发起锁台行动时，我军发言人就表示过，锁台行动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会成为常态。所以，这不今年又来了。和去年相比，今年的锁台行动有了更多的新内容，比如山东号航母前往台东海域，火箭军和陆军远火部队实施围岛打击，空军战机甚至用火控雷达锁定岛内目标。用参演官兵的话来说，除了没有按下发射按钮，所有行动和实战已经没有了区别。在每一次的锁台行动中，轰六轰炸机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说起来，轰六这位老兵在统一祖国的军事行动中，真的是服务了好几十年了。我们现在说锁台行动，脑海里第一想到的就是火箭军的导弹。哪怕是过去很多年的96海峡危机，国外也都称之为96海峡导弹危机，因为当时解放军的2炮部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但有一说一，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儿，当年解放军可没有北岛卫星定位系统的帮助，所以当时2炮部队的导弹的精度其实很差，要打击点状目标其实很难，所以反而空军当时承担的精确打击任务比2炮部队还重。因为当时空军的轰六能够发射空地63型导弹，这款老导弹虽然技术不先进，但精度还是不错的。当时不是有个说法吗？要把导弹砸到陈水扁的办公桌上，其实就是指的轰六，可不是指的2炮。而现在的轰六可不止把导弹砸到对方办公桌上那么简单了。当然不知道这次轰六有没有去锁定一下某些建筑物的某些办公室了。如今的轰六携带的可不是老式导弹了，这次行动轰六部队的行动完全是自主化的，就是自主侦察、自行选取目标、自行装定导弹参数，也就是说要让部队实现自主搜索岛内出现的目标了。这可比原先打击的一些固定目标，比如爱国者阵地、政府机关、机场、交通枢纽要难得多。那些目标是死目标，坐标是死的，导弹的参数在地面就可以装订好了。但我们知道，战时台军的各类高价值目标会进行机动部署，就成了活动目标，这就要求轰炸机部队实时跟踪和打击这些目标。所以，空军才说这次的演习和实战的区别，也就差按个发射按钮了。其实不只是空军，解放军现在的各大军种的实时侦察、实时打击能力都已经得到了质的提升，而且各大军种可以在战区指挥部的统一管理下共享侦察信息，合理分配打击目标，大大提升打击效能，这就是信息化的优势。再看看对面吧，最近的岛内国防宣传上还是那一套，什么滨海决战、暗滩歼敌，说到底就是太落后了，还想着用机枪大炮决战海滩，真的是很可笑了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